这不仅是一场关税谈判，这是一场国运的黄金交叉。台湾拿到了 VIP 金卡，而韩国被逼到了悬崖边缘。560亿美金的豪赌正在重写全球半导体的历史。我是麦门，今天这部影片我要带你见证这场历史。看不懂的人会错过台湾未来20年最大的财富重分配。两股巨浪重塑国运。今天的影片我不夸张，这可能是决定台湾未来20年国运的一集。如果你是台湾人，如果你手上有台股，或者你关心这座小岛在世界上的位置，请你现在把手边的工作停下来，把这部影片看到最后，因为发生了2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2件事结合在一起，就像是2股巨浪汇聚成了海啸，将彻底改变全球半导体乃至于全球地缘政治的版图。第一件事，美东时间1月15日，台美双方正式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关税协议。台湾成为了全球第一个拿到美国232条款优惠待遇的国家。我们拿到了什么？我们拿到了让隔壁韩国人嫉妒到眼睛出血的对等关税 15%， 而且不叠加最惠国待遇。第二件事，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召开了法说会。这场法说会我只能用残暴2个字来形容。台积电不仅获利创新高，更抛出了一个让华尔街分析师下巴掉下来的数字：2026年资本支出将高达560亿美金。这2个新闻表面上看起来，一个是政治，一个是产业，但在我看来，这就是同一件事，就是台湾用金钱与技术换来的一张通往新罗马帝国的 VIP 金卡。这是一场国家级的豪赌，而我们似乎赌赢了。与此同时，我们的竞争对手韩国现在正面临着100年来最大的半导体危机。今天这部影片，我要带你撕开新闻的表象，我要带你去看三星高层现在有多绝望，去看台积电的护城河有多深，去看这560亿美金会流向哪些供应链的口袋。我们准备见证历史。首尔的叹息，为什么韩国人彻底崩溃了？这2天，韩国的财经媒体像是中央日报、朝鲜日报，气氛可以说是如丧考妣。他们的标题充满了焦虑、紧急、进退两难这些字眼。为什么？因为台湾这次真的玩太大了。当台美协议的细节一公布，台湾享有 15% 的优惠关税，且政府提供2500亿美元的信用担保机制。韩国人一看，心都凉了。韩国总统府的人马上跳出来喊话，说什么我们要争取不逊于台湾的待遇。依据韩美清单，我们不能比别人差。各位听听这语气，这是一种强者的语气吗？不，这是一种被抛弃者的哀嚎。这就像是一个班上的第2名，看到第1名被老师带去吃高级牛排，自己却只能在教室吃便当，然后跑去跟老师哭诉说：“老师，你不能偏心啊！”但是现实是残酷的。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刚刚才在纽约的美光工厂动土典礼上放了一句狠话，这句话我认为是讲给三星和 SK 海力士听的最后通牒。他说，所有想要生产记忆体晶片的人只有2个选择，要么支付100%的关税，要么滚来美国生产100%关税。这不是在谈生意，这是在勒索，这是在告诉韩国人，你们最引以为傲的记忆体，特别是现在 AI 最缺的 HBM， 如果你们不搬来美国，我就让你们死。这时候韩国业界陷入了绝对的恐慌。一位韩国半导体高层甚至对媒体说，在川普政府的规则下，唯一能预测的就是不可预测。他们怕什么？他们怕现在被美国逼着去投资，结果投了几百亿美金下去，最后发现台湾拿到的优惠比他们多，台湾的成本比他们低。这就是所谓的台湾障碍。台湾这次的操作非常高明，我们用主动出击换取了规则制定权。台湾承诺投资2500亿美元，其实大部分是企业本来就要投的，政府再加码2500亿美元的信保机制，就像是你去买房子，直接拿出一大笔现金，还找了富爸爸做担保，建商当然把你当 VIP。而韩国呢？韩国现在是被动挨打，三星和 SK 海力士刚刚才在韩国本土的龙仁半导体聚落承诺了几百兆韩元的投资，口袋已经快被掏空了。现在美国又要他们掏钱，他们拿什么掏？而且韩国人非常担心技术外流，他们怕去了美国核心技术被英特尔学走，人才被挖走。所以现在三星和 SK 海力士这2家公司正处于一种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的囚徒困境中，这就是国运。
当台湾已经坐在美国队的战车上，准备冲锋陷阵的时候，韩国还在路边犹豫要不要上车，结果被喷了一脸的废气。这一场台韩半导体大战在2026年初，台湾已经先下一城，而且是决定性的一城。560亿美金是在筑墙还是在杀人？台积电的法说会我全程听完了，我只能说魏哲家董事长和黄仁昭财务长这两个人现在的底气真的很足。先看业绩，2025年第四季 EPS 19.5元，全年 EPS 66.25元，毛利率冲破 62.3%， 这代表台积电每做100块的生意就能赚62块回来，这简直比印钞机还好赚。但是真正让华尔街分析师从椅子上跳起来的，不是这些过去的数字，而是未来的数字。2026年资本支出520亿至560亿美元。各位，请你们一定要对这个数字有概念。560亿美金大约是 1.8 兆台币，台湾一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大约是3兆台币，也就是说，台积电一家公司一年的投资额就超过了台湾政府预算的一半，这比市场预期的480亿高出太多了，这是超乎想象的核弹级支出。之所以要花这么多钱，台积电管理层只给了一个理由，简单而霸气，产能非常紧张。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辉达、苹果、AMD、联发科这些客户拿着大把大把的钞票在门口排队，求我帮他们做晶片，但我现在做不出来，所以我必须疯狂盖厂，疯狂买机器。这560亿美金有 80% 要拿去砸先进制程，有 10% 要拿去砸先进封装。这不只是为了赚钱，这是为了杀人。杀谁？杀英特尔，杀三星。你想想看，现在英特尔连100亿美金都拿得很吃力，还在裁员，还在卖资产求生。三星的良率还在挣扎，高层还在鞠躬道歉。结果台积电直接砸出560亿美金，这就像是打仗，对手已经弹尽援绝，拿着步枪在发抖。结果台积电直接开着航空母舰群过来，还对着他们发射了一枚洲际导弹。这是一道让对手绝望的资本高墙。台积电用天文数字的钱，把技术门槛和产能门槛堆到了大气层。那么高以后，这世界上不再有三强鼎立，只会有一个太阳和其他微不足道的星星。我常说，选股要选有护城河的公司。什么是护城河？不是专利，不是品牌，而是让对手绝望的资本门槛。当你的对手连你的车尾灯都看不到时，这就叫绝对优势。在这种公司身上，我们不做短线，我们做的是时间的朋友。这560亿美金也是台积电对美国政府最好的投名状。回到前面的台美协议，台湾承诺投资美国2500亿。你看，光是台积电这几年的资本支出，加上供应链跟进的投资，这个数字很容易就达标了。所以这场台美协议根本就是为台积电量身打造的护身符。台积电敢花这么多钱，是因为他知道美国政府会保他，美国客户会养他。你觉得这次台美关税协议，台湾是真的赢了，还是只是花了保护费？觉得台湾大胜的，请留言+1；觉得是交保护费的，请留言-1，让我听听你们的声音。钱会流向哪里？听懂了国家级的博弈，听懂了台积电的野心，我们散户最关心的是，这 1.8 兆台币的钱到底会流进谁的口袋？各位，这就是财富密码。台积电吃肉，供应链喝汤，但这次这碗汤实在太浓太肥了，甚至比很多公司吃的肉还要肥。在2026年这场资本支出狂潮下，有3大族群，我认为会迎来史诗级的暴涨。第一个族群，建厂与无尘室工程。台积电要扩产，首先要干嘛？要盖厂房，要盖无尘室。而且这一次不止在台湾盖，还要去美国盖，去日本盖，去德国盖。这些工程谁做？台积电不敢交给外国人做，一定要带自己信任的台湾小弟去。第二个族群，先进封装设备。台积电说了 ，CoWoS 产能还是不够，还是 very tight。这代表什么？代表要疯狂买设备。无论是晶片封装要清洗，要蚀刻，还是做点胶机、贴合机的 ，CoWoS 制程越复杂，需要的机器越多，这些公司就是卖铲子给台积电的人，而且这铲子是镶金的，利润极高。只要辉达的 AI 晶片还在缺货，只要黄仁勋还在喊单，这些公司的股价就有底气创新高。像是宏塑、星云、万润这些设备股龙头，
第三个族群，半导体耗材与特用化学。工厂盖好了，机器运转了，接下来每天都要消耗什么？要消耗光阻液，要消耗靶材，要消耗载具，这叫持续性收入。这比卖设备还爽，因为设备是一次性的，耗材是天天要用的。举例来说，台积电先进制程越多，光照层数越多，盒子用越多，这是全球独占的生意。这些公司就像是在收租金一样，不管景气好坏，只要台积电开机，他们就赚钱。像是嘉登、崇越、华力都是这个领域的隐形冠军。这560亿美金就像是一场倾盆大雨。这些供应链公司现在正拿着脸盆水桶在下面接钱，而你作为投资人，你要做的就是去买这些拿着脸盆的人的股票。记住一句话，买股票不要只看谁在台上表演，要看是谁在搭舞台。台积电是主角，但供应链是让主角发光的灯光师。有时候灯光师赚的比主角还稳，因为主角可能会换人，但舞台永远需要灯光。传统产业的绝地反攻。除了半导体，这次台美协议还有一个巨大的惊喜，是被很多投资人忽略的，那就是传统产业，特别是工具机和机械业。经济部长龚明鑫在记者会上说得很清楚，工具机关税从24%降到15%，机械业从21.5%降到15%，自行车、水、五金、手工具通通降到15%。各位，这对那些位于台中经济园区、彰化五金聚落的中小企业来说是救命稻草，更是反攻号角。过去几年，台湾的工具机真的很惨。一方面日币贬值，日本工具机变便宜，抢我们生意；一方面中国内卷杀价竞争；一方面美国关税高，卖不进去。但现在局势逆转了，美国给了我们15%的优惠税率，而且不叠加最惠国待遇，这意味着我们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瞬间比韩国、日本、欧洲都要强。再加上川普要搞美国制造，美国本土的工厂需要大量的工具机、车床、铣床、机械手臂。谁能提供性价比最高、关税最低的设备？是台湾。这意味着像是上银、亚德克、KY、东台值得这些公司在美国市场的业绩很有可能会大幅成长。这些公司的股价在过去2年因为景气不好被杀得很低，本益比都在地板上。现在政策利多来了，基本面转机来了，这叫做戴维斯双击，估值修复加上获利成长，爆发力可能不输给半导体。所以别只盯着电子股，2026年可能是台湾传产股的重估值元年，这是真正的价值投资机会。2500亿美元信保机制，高明的杠杆。最后，我要来谈谈那个被很多人骂的2500亿美元信保机制。很多人在网络上骂政府乱花钱，拿纳税人的钱去贴补美国，为什么要帮企业担保，图利厂商？各位，这种言论就是典型的浅碟思维。你看事情只看第一层，没看到第5层。郑丽君副院长首次披露了细节，由国发基金及公民营银行共同参与，保证成数5到6成，承保倍数15到20倍，专款规模其实只有62.5亿到100亿美元。意思就是政府用小小的本金杠杆出巨大的信用额度，而且这不是直接把钱送给美国，这是担保。只有当企业倒闭还不出钱的时候，政府才要赔。你觉得台积电会倒闭吗？你觉得台湾的科技厂会倒闭吗？几率微乎其微。所以这笔钱本质上是一笔地缘政治保险费。我们用这笔虚拟的担保额度换到了美国的信任，换到了关税的减免，换到了在232条款下的豁免权。这笔生意简直是太划算了。这就是我说的台湾模式与韩国模式的差别。韩国是被逼着直接拿现金去投资，那是真金白银的流出。台湾是用信用去换取利益，这是金融操作的高级玩法。这显示了我们的谈判团队这次真的是用脑子在谈判，而不是用膝盖。这个信保机制其实是在帮台湾企业降风险，因为有了政府担保，企业在美国融资的成本会降低，银行的意愿会提高，这是在帮台湾企业打通至美国赚钱的经脉。所以不要再被那些民粹的语言误导了，这是一个高明的国家战略。讲了这么多，图像已经很清晰了。2026年1月，台湾迎来了国运的黄金交叉，
外部台美关税协议确立着台湾在美国供应链的 VIP 地位，把竞争对手韩国狠狠甩在后面。内部台积电资本支出暴增，确立了 AI 产业的长期成长，并带动了庞大的供应链商机。我们身为台湾的投资人是非常幸运的，我们生在一个拥有台积电的小岛，我们生在一个被美国需要的时代，我们生在一个 AI 爆发的元年。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是3条清晰的投资路径：一、核心持股，抱紧台积电，这是送分题，它是世界的基础设施，是新时代的石油。当然，前提是你的上车成本够低。2、卫星持股，布局560亿资本支出受惠股，那些做设备的、做材料的、做封装的，这是高成长题。3、价值投资，关注关税受惠的传产龙头，那些做工具机的、做机械的，这是转机题。不要去赌那些虚无缥缈的概念股，不要去听那些整天喊崩盘的末日博士，跟着国家的战略走，跟着台积电的钱流走，这就是2026年最稳健也最暴利的投资地图。这场国运之战，台湾已经赢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就看你敢不敢上车，敢不敢相信这座小岛的韧性。我是麦门，我们下个影片见。